不过我确实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向外界传达一些态度。陈开怡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最坚决、最有才华、最有行动力，也最杰出的一个媒体人。他是我们这个纸媒时代不可复制也不可多得的代表性人物，他更是我们这个时尚媒体领域里面一个不可多得的高峰。所以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呼吁，我希望也能有更多的人支持陈开怡。哎，关了，看着累。哎呀，你说这向霆锋搞这么一出，他是真心认输了呢，还是想捧杀你？肖主编，你比我们都了解他，你觉得他现在到底在搞什么？刚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不敢相信。现在深圳的局面也很艰难，我香港的朋友已经告诉我了，那边也是人事大动荡，总部要把深中给关看掉，看来不是不可能。所以这个向霆锋是在唱空城计了？空城计这形容没错吧？应该是黔驴技穷。他现在众叛亲离，也只能捧捧开怡，显得自己不是孤家寡人。可惜啊，这行里谁还能相信他呀？行业外的人说不定会信呢。什么意思？他的目标从来没变过，就是要把盛装品牌卖掉，然后从中狠狠赚一笔。现在他只不过换个方式抬高身价而已。哇，那他真的很厉害了。他先把你架起来，包装成英雄，打苦情牌，然后呢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众筹。等我们众筹的人钱越来越多，就显得我们盛装好像更有价值。这向霆锋，他当出版人，我觉得真是可惜了。哎，他应该当销售和公关呀。行了行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考虑他。按现在这个局面来说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如果总部真的要把盛装全部关看，那我们众筹该怎么办？我们筹钱就是为了要收购盛装，如果盛装没了，我们收购的主题就没了，那我们筹的钱该怎么算呢？所以我们要在观看之前，把那些收购的细节跟法方聊好，还要必须在向霆锋卖掉盛装之前。不过现在看起来，他比我们着急啊。将来，陈开怡能够重回盛装，跟我一起并肩作战。毕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而未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。导演，咱们才喝完酒，聊了那么多天，就这么对我啊？我怎么对你了？今天是我代理主编的第一天，你就辞职，当头一棒啊，朋友！我辞职又不是因为你，我整个内容部已经全部停摆了，拜托你等我招几个人能用的人，再辞职也不晚吧？相煎何太急呀？算了吧，志不同，则道不合。让他走吧，向总，他要是走了，盛装就完了，总不可能一本杂志全部都是广告吧？而且我们不能再休刊了，如果再休刊，所有品牌和广告商都会把我杀了的。招人呢？招人的人也没了，人力资源部都跑光了。严凯在这个行业里是有名的，如果他走了，就等于告诉整个行业，我们盛装已经全部完蛋了。那怎么样？你能把他留下来吗？该说的我刚才都已经说完了。乔治死那天，
盛装就注定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向霆锋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我知道你一直想报复我，我不在乎。我之前确实这么想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报复你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。和乔治、陈开一比，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是。但是呢，让你在这个行业里无法立足，是重要的，不是为了报复你啊，是因为你确实不配。前天喝酒有几句话，你确实帮到了我。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但是你跟这种人在一起，就算成功了，也是最不光彩的那种。就算全世界所有人都只看结果，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备受折磨。老罗，如果你还真的想做点什么事情出来的话，我劝你啊，离这种远点。辞职就辞职，你放那么多狠话干嘛呀？我现在想好好做盛装，你能留下来吗？关门都不会吗？素质这么低！向总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不愿意，我愿意。你不相信我，我肯定是特别的相信你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你说万一是万一啊，如果安东尼他忽悠我们，那怎么办？你害怕？怕？我可能还真的有一点怕了。利用陈开怡的众筹，然后让他变得更悲情，让这个众筹变得值钱，然后盛装品牌在台面上的收购价也会变得值钱，这一点我是认的。但是瞒着法方搞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，在你一份法方的授权合同，然后把盛装给卖了，就算安东尼说只要收15%的钱，但万一他翻脸不认人了怎么办呢？他不会，我认识他很多年，我熟悉他的为人。我不熟啊，所以你相信我就行了。但是让我注册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当法人，法人我懂啊，就是一个公司万一出什么事，我的麻烦就大了。所以说到底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要不然这样，您当法人，我们两个合伙，我胆子小，你别把所有的责任都压在我的身上，好不好？如果责任都要我扛，你凭什么挣这个钱？向总，我是您的搭档，不是您的武器。我不是乔治，
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任何的机会把我逼到电台上去的。那都说了是搭档了，你应该相信我。而且我们都说好了，利益55分，刨去给安东尼的15%，咱们2个人至少每个人分1000万，甚至更多。你连风险都不愿意冒，我想请问你，你有什么资格挣这个钱？向总，你可能是误会我了。我鲁冰冰看似是掉在钱眼里的人，但是相比钱，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更重要。我的命啊！乔治，理想主义，你让他幻灭；陈开怡，英雄主义，你让他变成图腾想套现。可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算计我这样的一个利己主义者，因为你永远开不出一个价钱能高于我的命。那我只能表示很遗憾，因为你错过了一个原本不属于你，但是有可能属于你的一个挣大钱的机会。在我看来，有2件事情影响了你的想法。第一，你还以为可以做好盛装，这从你跟严凯的对话中就可以知道，你还在妄想去挽救一本无法挽救的杂志，你把主编的虚名看得比真金白银还重要的多。第二，不要说什么利己主义，千万不要学那些文化人乱拽词，你不是，你那叫懦弱，你懦弱到整间杂志社的人都瞧不起你。你履职主编，没有人欢迎；你下的每一道指令，没有人响应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你就是一个懦弱、自卑、每天戴着一个帽子的小丑。说到帽子，他们也只不过是你用来遮掩你的懦弱跟自卑的道具，你知道吗？你永远不会成功，因为你不受任何人尊重。激将法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最后居然是激将法。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我们2个人存在那么大的分歧，为什么我从骨子里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你，因为你对这本杂志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你说这个帽子啊，是掩盖懦弱和自卑的道具，那我把它送给你，不用谢，你应得的，因为你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小丑。怎么不上去啊？向凌风已经出发了，咱们得快点。到底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具体情况传染部。是向凌风先生吗？你好，您快请坐。
哦，红尘基金的万总，我叫他叔叔。之前我都是通过他跟您联系关于盛装收购的事情。是。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喝什么茶，就自作主张泡了一壶白茶。您尝尝。哎。没想到，像您这么年轻的人，也喜欢喝茶呀。是因为我的一位忘年之交顾明山先生，他对喝茶特别有心得。他总是告诉我，白茶性清凉，清凉能静，静能定，定则生慧，适合与人谈事的时候喝。还没请教，您怎么称呼？刘子琪，家父是恒富地产的柳军。久仰久仰。让您等了我1周，特别不好意思。不会，要说等您1个月都没问题。等我1个月，盛装都没了，你还谈什么呀？这茶确实不错，白茶清凉。喜欢清凉，向先生可是凉薄之人。现在的情况，想必红尘基金的人都跟您交代完毕了。外头对于收购盛装的局势呢，可以说是瞬息万变。过去这1周，我也见了一些有收购意向的朋友，谈得非常愉快。毕竟，盛装是一本国际大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等着跟我见面呀？可能因为我还不够凉薄吧。我这个人重交情，当初提出这个借壳出售计划的人，正好您也认识，是您的忘年之交。我就是因为重这份交情，所以把这个机会留到了最后。当然了，现在跟当时的情况虽然有点差别，但是本质上区别不大。相反的，盛装有可能要被法国总部彻底放弃，所以现在正是抄底的好时候。是吗？但其实之前收购盛装的事情特别的简单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被你跟陈开一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后来整个政府监管部门都开始关注了，所有感兴趣的资本也都往后退了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的盛装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那您为什么还要见我呢？喝茶。现在是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当时他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操纵我们的。他喜欢把别人当成他的棋子，对于这种喜欢操盘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也变成棋子。江先生，我想我把我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得很明确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达成共识了？您既然决定收购盛装，为什么还要我联合出资呢？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，之前我们的计划是低价进高价出，所有的买家都是现成的，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。坦白的讲，我可能是您能找到最后的一个买家。你说你在乎交情，我也在乎交情，但毕竟我们才第1次见面呀。如果您是因为不相信我可以给你看法国总部给我所有的授权文件，盛装的经营许可权都在我这儿。
哦，那倒不用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又不是文化人。再说了，之后我们要一起做生意，就是搭伙。既然搭伙，那我们肯定要够真诚。从小我爸就教我，如果你想看一个生意人够不够真诚，就看他愿不愿意真金白银的给你掏钱。如果不愿意掏钱的诚意啊，都是耍流氓。之前您说现在法国在出售盛装的心理价位是3700万，对吧？我现在不去质疑这个数字，这样，我出3000万，你出700万，到时候我们转手出卖盛装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盈利和亏损都按照这个比例，不管是亏是赚，这个很公平吧？您不会想空手套白狼吧？这不像是你这种身份的人做得出来的啊！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达成共识了？那我今天就以茶代酒，为了我们新的合作开始，干杯！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具体事宜我们随时联系。保持联系。部队未婚妻刘子琪，这是你一直想见的陈开一主管。您坐，我过来就成。陈主编你好，幸会。我会尽快去巴黎。从现在的局面来看，这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如果这次谈不好收购盛装的事情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开一姐，我们不是都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正是因为说得太清楚了，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做。向霆锋已经进入了这个局，只要我们再有一点耐心，他一定会上钩。然后呢？让他身败名裂，从这个行业出去。再然后呢？把他逼到绝境，等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天台，看着他跳下去。这是你想看到最后的画面吗？这就算给乔治真正的报仇了。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甚至想过让你死。你死了，盛装众筹才会显得更加的悲壮。盛装的价值才是最大的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将计就计，等他把700万打到账户，再把他作假的事实公诸于世。但是，这些都不是我让他做的，是他咎由自取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对或错的。开一姐，我理解你们之前有特别深的交情。话说回来，即便他人财两空，即便他坐牢，那他也不会死吧？而且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有一句话说得对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所以我要尽快去巴黎搞定这该死的收购啊！为了救他？不，为了救我们所有人。想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
我没想到你会找我，我本来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约在这里呢？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，你记得吗？我本来想约那里，但那家咖啡馆现在没有了，所以为什么主动找我？是因为陈开义的众筹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他那边挺顺利的，凌晨的飞机去巴黎。去巴黎？钱筹够了？不可能！我才刚查过他们众筹的进程，才刚过600万。别说他了，说说你吧。我没事儿，挺好的。收手吧，趁最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。霆锋，霆锋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陆冰冰，哎，陆冰冰也是个人才啊。君子难缠，小人好用，这句话可是你说的，现在还觉得好用吗？是陈开义让你来找我的，算是吧。他跟我说的这一切，就是希望我来劝你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一件事吗？你是不是真的想过要陈开义死呢？是，我是这么想过。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所有的事情。我是想过，如果他死了，他就成为真正的英雄；如果他现在死了，他就真的成为一个图腾，身中的价值会高到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而且，有谁不会死呢？但他跟乔治不一样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的打击到他，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他自己去死。你为什么要选择度过这样的人生呢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一个人的死亡上？这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啊！我想是因为人性的卑劣吧。我承认，那是人性中极其卑劣的一部分。但是我回答不出来，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人生或是把生活过成这样？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
现在这么卑劣的一个程度，我回答不出来。也许随着纸媒的没落，也许随着事情一点点的失控，随着我能够抓住的越来越少，以至于我的选择也越来越少。所以，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，我真的很想回答你，可是我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刘子琪的道行，毕竟不如顾明山。当他提出那个建议，他出3000万，我出700万，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局吗？我明明可以拿钱走人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干这些事儿？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就是累了，我累了。如果能给我再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事实上你给过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在机场问过我，要不要跟你一起回香港，我拒绝了。那是因为我还以为我能够做点什么，还能够给你一点什么。我还以为我可以，我能够给你你想要的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得如此可笑。我没办法回答你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卑劣，我都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跟你在一起。谢谢你还愿意见我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。我希望你跟陈开怡能把盛装越做越好。我知道你会的，因为你值得拥有那样的未来，而那样的未来里面，不应该有我。所以，你好好保重。你说的我都听得懂，你也要好好保重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做这一切，
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？你发现了没有？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。不是同一种人。我们来自相同的地方，身上有着相同的时代烙印，曾经有过同样的信念，或者说信仰。只是后来，我认清了现实，而你还在继续欺骗自己，还在欺骗自己这个时代没有改变，还在欺骗自己可以改变现实。时代没有改变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扎个马尾辫，眼睛转啊转的，对什么都好奇。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。我会离开盛庄，离开这个行业，从此跟这本杂志没有半点关系。挺好。我一直想住在一个院子大一点的房子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修剪草坪，或者是去湖边钓鱼，也挺好。你呢？你想做什么？用尽一切办法，把盛庄继续做下去。你觉得乔治会原谅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来，左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不怕胖，就是棒。好，看前面，可以了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？哈哈，猜到了。您之前跟陈太医争夺主编之权，他是不是算是？请问一下，您创办了红底基金，请问这项目在什么艺术方式报酬的？请您回答一下好吗？请您回答一下，请您回答一下，回答一下，回答一下。老李，今天晚上就是盛庄的未来，你就是我们的未来。未来来了，加油！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盛庄出版人兼主编